為什麼他是被所有烟雲玩家鞭屍最多次的 BOSS？ 他也是目前烟云剧情中最遭玩家恨的角色千叶。这一切的起因都是因为这个大叔和这个小女孩的死。他叫红线，是你刚上线遊戲時認識的第一個角色，他是你在遊戲中最忠實的跟班。在不線仙，所有人都因為你的家世而叫你少東家時，只有他一聲聲老大的叫着你。怎麼樣，老大？我帥不帥？他的嘴裡5句有3句都說着將來要和你一起闖江湖，一起成為江湖雙俠。我們要成為江湖雙俠，一起鋤強扶弱，一起行俠仗義。當所有煙雲玩家都認為周紅線會成為自己永遠的小跟班時，隨着劇情的發展，這個想法也成為了所有煙雲玩家最大的遺憾。這千葉殺死紅線的手法到底有多殘忍，才能讓所有煙雲玩家如此憎恨他，恨不得一見到千葉就把他剁成臊子。而這是另外一個角色一刀，一開始他是讓所有玩家都恐懼的存在。一刀就是江湖傳言上殺人如麻的死人刀，也是一個有着懸賞令的殺人狂魔。第一次見面你就差點死在他的刀下，可他似乎是看到你的劍法，還沒對你痛下殺手。而這也是煙雲這款遊戲最大的伏筆。當你下載了煙雲，玩過了裡面的劇情，你就知道，當你沒出招時，所有大人物角色都視了你的空氣；可當你劍法一出，所有大人物角色都會對你畢恭畢敬，並且還幫你一把。你在這遊戲裡的身世也是個謎，你的養父養母並不是情侶關係，而且你的養父江燕從小到大都騙你說他叫江無浪。你的養母韓姨韓香尋似乎也是個不小的人物，似乎江湖上所有人都稱她為洛神，這點也在劇情中尤為體現，並且你總會感覺你的養母韓姨並不像表面上看上去的這麼溫文爾雅，或許她是比一刀也就是死人刀更加殺人如麻的存在，要不然這怎麼解釋你和一刀相遇的這段劇情？你第一次見到一刀這個角色是在你家的酒池中，這天你剛來到酒池就發現了遍地的屍體，但是還是有個活人，就在你準備將這活人救出去的時候，卻不知高處卻有人看着你，他突然一把大刀劈下，差點要了你的命。要是你第一次玩，肯定會對接下來這個劇情不解。這一刀原本是要殺你的，但是只因為你的劍法，他就要你帶他去找韓姨。他是怎麼知道你認識韓姨的？並且他為了威脅你帶他去找韓姨，還當着你的面殺了你要救出去的人。就這樣的人要來找韓姨，你為了韓姨的安全肯定是不答應的。可當一刀和韓姨見面時，你才發現了原來他們是好朋友，並且這一刀還和韓姨說了：老子從邊關一路殺過來，酒都不給我來碗了。韓姨竟然對這句話沒什麼反應，我也是後知後覺才發現了這裡的不對勁。換成任何一個普通人都會對殺人這件事有點反應吧。可韓姨到底是不是江湖人口中傳言的洛神，這一點就要你自己去遊戲裡找答案了。當然，這次一刀來找韓姨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打聽你養父江燕的秘密，可韓姨也不知道是什麼秘密，而江燕已經失蹤3-4年了。於是這一刀就找到了江叔之前的住處，可也都並沒有找到和秘密有關的線索。就在這時，你和一刀開口，想讓他帶你一起去闖江湖，你想和他一起去開封尋找江叔。當你曾經在劇情中認為你將會和紅線還有刀哥一起去闖江湖，一起去尋找江叔的時候，卻不知煙雲這款遊戲最深的2把刀在此刻已經埋下了種子。就在你和刀哥準備出發這晚，河面上突然來了一群戴金面具的人，他們燒殺放火，無惡不作，把你從小長大的不線仙燒得生靈塗炭。而為首的人就是千葉，他們來到這裡似乎也是為了江叔的秘密，可他們好像不是來打聽秘密的，而是來讓韓姨閉嘴的。這千葉為了不讓有活口跑出不線仙，特地設下了鬼打牆的陣法，讓所有不線仙的居民都逃不出去。而刀哥見過這種陣法，破陣的唯一辦法就是有人在外面的高處指個路，說着的同時指向了隱月山的方向。那紅線卻自告奮勇說自己可以出去，可那麼危險的事情你怎麼捨得讓他來做？於是你把紅線綁了起來，讓其他村民看好他。可就在你在外面和敵人殊死搏鬥的時候，卻看到了紅線的披風在山間飄揚。你急忙進入找紅線，紅線呢？在他，在。小騙子怎麼是你？從這個小孩口中得知，紅線從這個洞裡鑽了出去。你急忙轉身出去找紅線，可另一邊千葉也看到了紅線的披風，於是他讓手下放箭射死紅線。可還好，這些箭並沒有射到紅線。結果這千葉卻要自己動手。又有誰在？绑上了。你眼睜睜地看着紅線的披風飄落，這時你已經想鑽進屏幕裡撕碎千葉了。
早知道就给他那个送子刀。在你昏迷的这段时间里，是刀哥一直在保護着你。隨後，你在關卡中成功擊敗了千葉。可當你看到劇情裡你並沒有打過他時，這才是最刀的。你並沒能為紅線復仇。就在你將死之際，刀哥又救了你一命。可你和刀哥始終不是他的對手。就當你和刀哥被團團包圍之時，刀哥一棍子把你打了出去。你眼睜睜地看着千葉用鐮刀貫穿了刀哥的胸膛。可更刀的還在後面。當你在遊戲中過完這最後一段劇情，你也會對一刀的死感到不甘。現在煙雲的官服在左下角就能下載。